小米推出小米15 Ultra 之后，它的4.3倍潜望超长焦镜头让人非常的惊艳。之前实测时，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小米15 Ultra 这次所带来的长焦魅力。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可能是我拍的不够好哦。不过，我想热爱手机摄影的朋友关心的话题就是，该不该为了这颗超长焦潜望镜头呢，从小米14 Ultra 换成15 Ultra 呢？这集就直接来比一比，看看两款手机的摄影差异。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小米这几年跟徕卡合作之后，整体的拍照品质提升非常快。这种进步的速度啊，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华为跟徕卡合作时那几年哦，华为的手机拍摄能力也是突飞猛进。看来徕卡真的很适合跟手机品牌合作。这次小米15 Ultra 以镜头规格来看，其实唯一有提升的就是在潜望超长焦部分，主镜头跟浮动长焦都维持跟上一代相同。而超广角部分甚至还放上尺寸比较小的感光元件。望远镜头的提升，其实看规格就可以感受到。那其他镜头在规格没有提升的情况底下，拍照会因为演算法而进步吗？那究竟该不该从14 Ultra 升级到15 Ultra 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比较分享给大家。小米15 Ultra 的超广角镜头，今年采用突然大家都开始使用上的 JN5 感光元件，我不太确定大家为什么该使用这一颗啦哦。那这一颗是2.76寸50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比起上一代小米14 Ultra 所采用的 IMX858 2.51寸要小一些哦。而且超广角镜头的光圈部分，小米15 Ultra 的 f2.2 也比起小米14 Ultra 的 f1.8 要来得小。所以到底拍出来的照片品质真的会比较不好吗？我们直接来看照片。日拍部分，色彩表现上，小米14 Ultra 在对比度上调的比较高一些，色彩饱和度也比较高，是属于比较讨喜的色调。而小米15 Ultra 在 HDR 的表现上就比14 Ultra 要来得好，整体的照片看起来比较亮一些。风格部分，我觉得两只手机差异蛮大的哦。细节部分，放大前后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以照片的视角来说，小米14 Ultra 有着12mm 的广度，对于喜欢比较广阔取景的朋友，小米14 Ultra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夜拍部分，小米15 Ultra 的 HDR 表现更为明显哦，在亮暗的平衡上做得更好，尤其是在暗部拉亮之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差异。细节部分，15 Ultra 虽然在光圈跟感光元件的规格上都没有14 Ultra 来得好，但以照片来看，15 Ultra 的表现，它的细节似乎好一些，这其实有超出我的想象啊。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处理器跟演算法能力提升之后所带来的画质提升哦，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哦。在超广角部分，我认为风格部分大家就是各取所好啦。但如果是在细节表现上，就我所拍摄的照片来看，15 Ultra 真的没有输，甚至还好一些。这部分可能跟其他朋友的评测，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我就让大家做个参考。小米15 Ultra 主镜头感光元件跟14 Ultra 感光元件同样都是采用1寸5000万像素的 LYT900感光元件，这也是目前最强的一个感光元件哦。那最大光圈同样都是 f1.6，不过14 Ultra 多了 f1.6到 f4.0的可变光圈。以规格来看，在相片成像的品质上应该是差异不大。在实测部分14 Ultra 会以自动光圈来进行哦。日拍部分跟超广角一样哦，14 Ultra 的对比跟色彩饱和度都比较高，而15 Ultra 在 HDR 的表现上比较优异，无论是1倍或是2倍，细节表现上几乎没有差异。两款手机的表现都是一样，非常的好。夜拍部分同样也是风格上的差异，但是因为15 Ultra 的 HDR 表现更为强烈，所以在夜拍的时候，暗部就有比较多的细节的呈现，而亮部也比较不会有光线溢出或是爆开的感觉哦。以光线控制来说，15 Ultra 的确是，我觉得是比较好拍的啊。所以15 Ultra 主镜头部分虽然少了可变光圈，但单纯以拍摄品质来说，我认为15 Ultra 会好一点点。小米15 Ultra 跟14 Ultra 的浮动长焦，也就是3倍跟3.2倍的长焦哦，主要目的就是衔接潜望长焦跟主镜头之间的落差。两款都是采用5000万像素2.51分之1寸的 IMX858感光元件，
光圈都是 f1.8，唯一的差别就是在14 Ultra 是75mm， 15 Ultra 是70mm。日拍部分，两款手机都维持跟其他镜头相同的调性。15 Ultra 在 HDR 的表现比较强烈，而14 Ultra 呢是有着高对比，营造出的立体感是比较好一些。细节部分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啦。夜拍部分也是相同的状况，不过可以发现15 Ultra 有一种透明感、通透感的感觉。这部分啊，可以观察发光物体的部分，它溢出来的杂光少了很多，所以也让照片的整体干净度变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优点。小米15 Ultra 这次把 HP9 两亿像素感光元件放在4.3倍的潜望超长焦上，对于喜欢长焦构图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虽然说14 Ultra 在潜望超长焦是采用5倍的望远，看起来比15 Ultra 要来得好，但因为 HP9 无论是在像素或是在感光元件的面积上，都比 IMX858 要强很多，所以基本上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这次的日拍、夜拍我都是会让小米15用5倍的无损变焦来跟14 Ultra 的5倍光学变焦进行比较，这样看起来小米14 Ultra 好像是比较占上风，对不对？好，我们直接看照片风格上两款手机的风格，我觉得都跟他们其他焦段相同这部分大家就看个人喜好了在细节部分，这焦段的日拍并没有差别太大，表现都很好。那夜拍部分细节上就有很明显的差别。小米15 Ultra 在细节表现上真的好很多无论是在纹理上或是边缘的锐利感上都有极大的差别。放大到10倍之后，15 Ultra 依然维持了光学焦段的质感，但14 Ultra 已经开始有着数位放大的松散感出现了。那我们继续放大到20倍甚至30倍，小米15 Ultra 在日拍部分依旧维持很好的表现，那夜拍部分大概可以到20倍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但14 Ultra 呢，因为拍出来的照片差异真的很大，所以我就没有再放14 Ultra 的照片整体来看小米15 Ultra 跟小米14 Ultra 所拍出来的照片，除了前面提到的细节跟色彩调性外，最大的差异就是在通透性上面，尤其是在夜拍的时候更明显。这是小米15 Ultra 特别加上的抗反射的一些镀膜，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让照片的质感变得更好。所以到底要不要从14 Ultra 升级到15 Ultra？ 你觉得呢？对我来说啦，对喜欢用手机拍照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因为照片呈现的质感提升以外，还有非常强大的望远长焦镜头，这个不升级还像话吗？好，我想应该有朋友开始在敲碗了就是要看15 Ultra 对决 vivo X200 Pro。这我已经在进行中了，请等我几天我一定用我最快的速度赶快把片子弄出来给大家看那以上就是15 Ultra 跟14 Ultra 的拍照对决，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拜拜。